Hello， 大家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是位于在德国波茨坦无忧宫公园内的一座历史磨坊建筑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，这座建筑毁于战火。1983年之后，无忧宫磨坊的基座部分开始重建，但因资金不足而一度终止，直到1991年才重新开始。这座磨坊现在是一处收费的旅游景点，无忧宫通票有效，而且可以不限场次进入。顶层的平台可以欣赏周遭的美丽景色以及风车磨坊的架构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同种类可以用来被研磨的谷物实例，并观看了风车磨坊的内部结构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看传统的风力带动机械磨面的技术，而且还能买到在这里研磨出来的面粉烤制的新鲜面包。无忧宫每天只允许2000名游客入内参观，门票上有预约参观时间。建议抵达后先去游客中心排队买票，或者可以事先网上购票。非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可以乘坐地铁从柏林到波茨坦中央火车站，再乘坐695巴士到 Schloss Sanssouci 站。无忧宫是18世纪德意志王宫和园林，位于德国波茨坦市北郊，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。整个王宫及园林面积为90公顷。因建于一个沙丘上，故又称沙丘上的宫殿。无忧宫是18世纪德国建筑艺术的精华，全部建筑工程延续时间达50年之久。虽经战争，但从未遭受炮火的轰击，仍保存十分完好。腓特烈大帝不想要一座雄伟的宫殿，而是一座带有洛可可风格的、满足他个人需求的私密居住宫殿。一座以山为基座的一层建筑。一座让他可以不必走很多台阶就可以到达宽敞的露台，并到达花园和大自然无限接近的个人宫殿。无忧宫即法文无忧的意思，建于18世纪，供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避暑之用。宫殿看起来相当雄伟，外墙侧雕梁画栋。无忧宫中央的部分中央往前凸起，呈圆弧状，屋檐上刻有无忧宫字样，柱子突出外墙。上方依附着各种体态的女人雕像，每个雕像至少有一只手做出往上撑着屋檐的姿态。最吸引人的还是中央宫殿下面那呈阶梯形的葡萄园，20节左右的阶梯从下面的花园往上的主宫延伸，翩翩悠悠的绿色，春夏期间游人漫步其中，甚为惬意。1745年，山下的空地上被建起了一座巴洛克风格的观赏花园。从1748年开始，花园的正中心建起了一个带有喷泉的蓄水池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腓特烈大帝从未能亲眼看见喷泉喷水，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足够的技术让喷泉喷出水来。从1750年开始，由大理石雕刻成的罗马神话人物，美神维纳斯、商业神莫丘利、太阳神阿波罗、月神狄安娜、生育、婚姻之神朱诺、众神之神朱庇特、战神马尔斯以及智慧之神米诺娃，和连同具有比喻意义的4元素火、水、风、土被放置在水池的四周。菊园宫是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波茨坦的一座宫殿，修建于1851年至1864年期间。和波茨坦的许多建筑一样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4世也直接参与了这座宫殿的设计和修建。菊园宫的建筑外观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。菊园宫是无忧宫公园内最后建成且规模最大的宫殿，其壮观的结构包括植物厅、中央宫殿、雕塑、喷泉、拱廊以及露台，无不弥漫着浪漫的地中海的气息。除了侧边的植物厅，其中包括皇家套房和仆人房。如果您在冬季前往波茨坦，千万别忘了参观菊园宫，并了解见证冬季保持霜冻敏感植物的悠久传统。这里可是很多人打卡的景点之一哦，如果在附近的话，一定要过来。你可以在这里休闲漫步，轻松探索附近的景点。克劳斯伯格美景宫是德国波茨坦无忧宫公园内的一座建筑，修建于1770年至1772年期间。波
茨坦新宫始建于青年战争结束之后的1763年，当时是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，竣工于1769年。新宫是普鲁士规模最大的巴洛克式宫殿，在二战期间躲过了轰炸，是普鲁士宫殿建筑中保存状况较为良好的一座。新宫中包括贵宾室、舞厅、客房等共200间房间，还有一个剧院厅。新宫是腓特烈大帝在他的无忧宫花园中建造的最后一座皇家住所。腓特烈大帝很少留住于此，只把新宫用作庆典场地和客人寓所，而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则把新宫作为首选居住地。宏伟建筑由红砖砌成，高3层，中间是带有半圆形屋顶的塔楼。参观无忧宫时必须分批进入，所以我们把参观无忧宫的时间放在最后。入场时，每人发一个免费的导览器、解说器，有几种语言选择，包括中文。逐个房间参观并收听解说，每个房间的功能不同。腓特烈大帝每年从4月底到10月初一直都居住在无忧宫，除了他本人，只有被他选出的男宾客们才允许住在无忧宫。他和他的夫人布伦瑞克·贝沃恩的伊丽莎白·克里斯蒂娜在1733年结婚，在他1740年登基后就长期分居，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共同出席。他赐予他生豪森宫，但是长达40年之久，不允许他踏入无忧宫，所以无忧宫又一度被称为无父宫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波茨坦一日游。现在我们出发去吃晚餐喽。因为太想念马来西亚的三巴辣椒，所以选择了来这家印尼餐厅，来这解解辣椒瘾。食物的质量没有感到失望，味道非常棒。三巴辣椒跟马来西亚吃的一样，实在太赞了，还买了一罐辣椒回家。典型的印尼菜，分量足，价钱也合理。有马来西亚朋友到这附近玩的时候，也不妨过来试试。又或者柏林有什么美食，你也可以推荐给我哟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想要看我更多的德国影片，追踪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